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喔喔喔喔，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。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声只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必然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况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了光。这儿这么大，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？按照族内古籍记载，芦花鼓楼会在今晚的月深时分出现，出现的位置就在森林腹地，几乎是最中心处。我听姐姐说过，那里有一棵活了上千年的大古树，足足有几十米高。我们得先找到古树，然后等鼓楼出现之后，我再用领路人相传下来的方法，解除祖先施加在森林里的障眼法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鼓楼了。古树听着还挺神秘的。哎，风斋，你再给我们讲讲，还有什么别的传说呗？我正想说呢，但恐怕没这么有趣。相传，这空神之森是一个被诅咒的森林，除了灵人之外，人类在这里待满3天就会变成石头。这个咒语是鼓楼里的神明施下的，为了就是不想让人类的气息沾染这片土地。这是什么咒语啊？这么变态，还不能沾染人类的气息？他是有洁癖吗？照这么说，从我们进入这片森林开始，一直到鼓楼出现，我们再离开，总共不能超过3天的时间。这时间有点紧张啊！不就是个神吗？咱们4个打他1个，速战速决。谁说鼓楼里只有1个神的？不是1个吗？是4个。4个。芦花鼓楼4圣天名为风、花、雪、月。这名字倒是挺有诗意的。别被名字骗了，这只是表象。如果把鼓楼比作城池，那他们就是里面的王，各自占领着一片地域。有人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，也有人说他们心狠手辣，对外来者格杀勿论。但这些只是传说而已，事实如何已经无人知晓了。所以我们先别想这些，还是找鼓楼要紧。我们要快点，在鼓楼出现之前赶到。走。王道，老夫已在此恭候多时，你要再不来，老夫还以为你要空着手进鼓楼。我们的计划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步，万事俱备。程峰，是时候该把东西给我了。这神珠乃上古神物，得来不易，还请谨慎使用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好，那老夫就在这转轮城，等着你获得神力归来。只在铁足1人，够吗？龙骑将实力超群，1人足矣。更何况，要对付4王，我的主力另有安排。差点忘了，你早已握有秘密武器曹彦兵在手，是老夫多虑了。
只是不知那玄马是否会同你一起回来。你舍不得啊？老夫是挺喜欢这只漂亮狐狸的。那要看它是不是食物了。铁足，我们走。天已经黑了，不行，我们要再快点，必须在月亮升起之前找到古树。公长，你之前说的你能用一些手段解开障眼法，是必须在月升之时实施的吗？最好如此。糟了，这是鼓楼出现的前兆，我们要来不及了，跑起来吧！就是这儿了。那接下来呢？风、花、雪、月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你们确定要进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鼓楼里的四神之力，力量之强，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老妈当年就没能从里面出来。如果你们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的意思是，你开始后悔了？当然没有。这鼓楼我是无论如何都要进去的。那不得了，曹元兵，我们和你一样，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进入芦花鼓楼。所以，无论里面有多危险，我们一起闯。没错，你可别想一个人跑进去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我可不知道鼓楼会出现多久，快走吧。走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
宣马，别忘了你的任务。是。10年磨一剑，该是释刃的时候了。这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？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确切的说，这鼓楼只是一个摆设，是我们进入风花雪月的入口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这尊石像了。他的姿势，好像在索要什么。这是护城尊，只有把与施法者等级相同的神武放置于此，才会产生联动效应。神武，我的心安会灵醒吗？他应该不需要2个球吧？年代久远的神武吗？不知道我的10粒阎罗够不够分量。走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跟你一起掉下来的，这里全都是雪，应该是雪王的地盘。雪王的地盘？嗯。那北洛跟风渣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没跟我们在一起吧。好冷啊！你肯定冷啊！你躺这儿半天了，赶快跟我走吧，我找到一个可以躲雪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怎么叫你都不起来，我就怕我们2个冻死在这儿，然后我就到处找。找到一个可以避风取暖的山洞。山洞？啊，赶快走吧，一会儿风大就走不了了。行，走。走。
快走不动了，太冷了，腿都冻僵了。我也是，而且风雪太大，根本看不清路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许褚，许褚，这火轮。主公，这火焰轮乃是我倾注了一身的力量所化，能够保持温度，在其燃尽之前，保证我们不被冻住。那你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倘若主公死了，楚空留元神力又有何用？就让楚为主公开路。山林，曹彦斌，北龙大叔。月宫，这是盘残局。你也喜欢下棋？你是谁啊？这棋是你的。那你是鼓楼里的人，你有没有见过我姐姐？她叫严巧巧。小孩儿，你想问我问题啊？你知道她去哪了吗？很简单，一局棋，你若赢过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你保证？你也可以拒绝。不就是一盘棋吗？这棋我会下，我跟你下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王的地盘。夏令、曹彦兵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姑娘，二位，二位，
二位不用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你们这是？小心！太好了，是新的人类。等我杀了这2个伺候不周的废物，新的仆从也就有着落了。是你把他们变成这样的？你是谁？这儿的王？想见尊上，容易的很。等我把你抓去做仆从，毁去容貌，剥夺语言，再施以不死的诅咒，你就能见到他了，成为蜂王永恒的奴隶。这将是你最终的归宿。史烈明，史烈明，拿下！夏灵，你说的山洞在哪儿啊？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到？我也不知道。之前走出来，很快就找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这么久了都没找到。那就肯定是雪翁的把戏。辛苦了，玉兔。晚些时候再来接你。夏灵，夏灵，夏灵，你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先走吧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呢？啊！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着，把你一个人丢这儿？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雪原，待久了可真是会冻死人的。你现在就保存好体力，少说话。我背你啊！来。殿威！殿威在！火风挡雪，为我开路！殿威领命！小孩儿，你输了。行吧，是我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，告辞。小孩儿，你该不会以为赢棋有奖励，输棋却没代价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按照规矩，输棋者都将被我变成石头。
变成石头。你是越王。真聪明，聪明的小孩更应该守规矩，不是吗？那我就让你知道我的规矩。音乐斩！真有意思，让你尝尝本尊这个。特殊融合，可惜想伤到我，这样是不够的。少废话，快告诉我，我姐姐在哪儿？小孩儿，你挺有意思的，但你输了棋，就得变成石头。至于你姐姐，她已不再是个人类，已脱胎换骨，面目一新。你放开我！你混蛋！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？得罪我就是与蜂王为敌，你会死无全尸的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把你口中那个蜂王叫出来，我正好有事问他。是何人要找本尊？严巧巧。他怎么会？尊上，这个人胆大包天，目无尊上，你可得好好教训他。废物！被一个擅闯鼓楼的人类弄得如此狼狈，真是丢死人了。你真的是蜂王？刚才就是你叫嚣着要见本尊吗？既然你是蜂王，那你一定知道蓬莱在鼓楼的位置。原来你是要找蓬莱啊！没错，只要你告诉我蓬莱在何处，我马上离开。想去吗？我可以送你一程。不必了，只要你告诉我方向，我这可由不得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守护元神都被冻住了，我脚也没什么知觉了。你还是放弃吧，要不然你也会死的。爸，怎么可能在这里就说放弃呢？绝不能中途倒下。说不定山洞就在前面。曹彦斌，曹彦斌，你醒醒！曹彦斌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！曹彦斌，曹彦斌，
彦斌，曹彦斌，曹彦斌。 曹彦斌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山洞。哼，不过要谢谢你，陪我上演了一场绝地求生的戏码，我很尽兴。唉，不过太可惜了，看来这场游戏要结束了。 别小看人，我也是有元神力的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夏灵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不是真正的夏灵？很早，早在你对我说让我不要管你，一个人先走的时候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先走吧。当时我一听这话，我就觉得不对。夏灵这人我太了解了，在这种情况下。 他大概率会喊李轩辕，或者对我说：“曹彦斌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行的”之类的话。但他绝对不会说让我一个人先走，好好活着。所以，你骗人的时候最好也做做功课，不要对自己的演技太过自信。说，夏灵他到底在哪儿？原来你不惜牺牲守护元神，也要陪我上演这场戏。 就是为了那个小姑娘，有趣，真是太有趣了。不过可惜有些晚了，从你来到这儿的那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会死在这儿。 莫非是？我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，雪国的王。而你，很快就要冻成冰块，和他一样。夏灵，10年不见，越王，别来无恙。 是你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漫漫期限。 我们穿过浓烟，不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诺言，为新鲜，为遥。 的
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着燃烧源，感动成一愿。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。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浪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。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。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一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况，年少要轻狂。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了光。我记得你，10年前你擅自带人闯入我的月宫，可惜。除了你自己侥幸逃离之外，全军覆没。不过区区一名人类，还劳越王挂念，实在惭愧。少废话！如今你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纠正一件事，我会出现在这里，不过就是解开了你们的课题，继续未完成的计划罢了。狂妄！这次你的人只会和上次一样，可是不同的是，你不会再有机会逃出去了。越王，这话别说得太早。这次我派来的人，可是和以往大大的不同。要不，我陪越王在这对弈几局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我凭什么要等，而不是现在立刻把你变成石头？我也喜欢下棋，了解无人对弈的滋味，当个神明的感觉很寂寞吧？警告你，别妄图窥探本尊的心思。别那么生分嘛！记得上次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你还夸我棋艺不错，是个很好的对手呢。怎么，堂堂神明？该不会连盘棋都不敢和我这个凡人下吧？有意思，的确和别的人类不一样啊。好，本尊就陪你对弈一局。可是如果你输了，规矩我懂，会被你变成石像吗？
人类，报上你的名字。皇甫龙斗，请赐教。夏灵，炎王炮！别白费力气了。寻常烈火，怎能融化我以神力所凝结的寒霜呢？我知道。 此刻你很想救下这个姑娘，可就算我变成了她的样子，都没能让你演出我想看的戏码。那她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怎么可能？寻常火焰，怎么可能？夏灵，将军们都回来吧。老鬼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没有愤怒，我也没有动杀心，为什么能听到你说话？ 为什么你能控制我的身体？小子，你不妨猜猜看。混蛋！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魔尊的气息？甚至还有他的一部分力量？多嘴的女人，小子，我就再帮你一把好了。 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能控制我的身体？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那可由不得你了。夏灵，快醒醒！夏灵，你快醒醒，帮我！曹云冰，你怎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。 我被魔星控制了，快用七二魂灵啊！七二魂灵，茫茫空中中重重金刚闪，灵宝无亮光，洞照延迟反，九幽珠对魂山对相灵翻，定慧青莲花上升神永安。茫茫空中中重重金刚闪，灵宝无亮光，洞照延迟反，九幽珠对魂山对相灵翻，定慧青莲花上升神永安。九幽珠对魂山对相灵翻，定慧青莲花上升神永安。又是七妖暗魂灵，曹彦兵。 你真以为只要遏制住我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不妨再提醒你一句，要救出你母亲，除了血王，你还得打败剩下的三王，这可不是你一介人类的力量可以做到的。你早晚会跟我合作，绝不会让你得逞，绝不！曹彦兵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魔星会出现？我也不知道。 老鬼这次变得非常反常，仿佛是打开了什么禁制，变得肆无忌惮起来。或许跟这栋鼓楼有关系。愚蠢的人类！你以为把自己献给魔尊，
就能获得力量，得到永生吗？痴心妄想！就算我输了，还有越王和风王在等着你们，他们会替我报仇的。你和你的主人休想得逞！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别把我跟那老鬼混为一谈。我问你，10年前进入芦花鼓楼被石化的那批人，现在在哪儿？被石化的人，你不是魔尊的人。少废话，快说！被石化的人，在越王的领地，越宫。越宫？越宫要怎么去？想去不难，但凭你自己办不到。因为能打开4国之间结界通路的，只有我们4王。那还不简单？你送我们去。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打开通路送我们过去。那你们先把眼睛闭上。这一局，你我都无法取胜，要不就和局吧。越王意下如何？越王这个废物！看来，我和越王在这棋盘上未能分出胜负，但现实中，我却赢了一局。雪王虽输了，但他把他们送到了独帐花谷，那里九死一生，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了。我说过，我这次派来的不是一般人。既然这局我们未能分出胜负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早呢？要不我们从头开始，再来一局。哼，想去越王那里变成石头，哪有这么痛快的死法？敢如此折辱我，必须送你们去花谷体会一下绝望的滋味，再痛苦的死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既然你是蜂王，那你一定知道蓬莱在鼓楼的位置。我可以送你一程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我听解释，我解释，我解释，就是他，解释。
这里是越国，看着不像啊。残兵怎么了？不好，这空气有毒。残兵，给你，这是李轩辕给我的丹药，可以暂时遏制毒性，你快吃了。 看来这肯定不是月宫了，这个血王果然想害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血王说过，只有4王才能打开通往结界的通路。咱们想要离开这儿，就得找到这里的王。还有北洛跟风战，如果他们比我们早到的话，没有李轩辕的丹药，还是很危险的。那咱们赶紧四处找他们，走。 我怎么感觉这里死气越来越重？就是他！就是他！就是他！你看，那里有人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他在口中。那你们先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消失了。 怎么这么诡异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笛声似乎在指引我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过去看看。 洞里和洞外完全是两副样子啊！残兵，先生你好，我们2个路过此地，有点犯迷糊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花谷，花谷，这里是花王的领地。正是。那敢问阁下是？我叫翔，只是这花谷里的一个花匠。那您知道花王吗？我们有要紧事要找他，您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？2位原来即是客，不如随我去那儿喝杯茶，慢慢聊。请。 北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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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北洛！他中了瘴毒，你们认识他？他叫北洛师门，是我们的同伴。是你救了他，你用笛声引我们来，是为了救我们。但以我目前的能力，只能暂时帮你们压制住毒性。 维持生命罢了。看2位的面色，似乎已经找到了某些手段压制毒性了。但是很可惜，瘴毒是无解的，除非你们在限定时间内离开花谷，不然，你们2位也会毒发而亡。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山洞。如你们所见。 这里也是整个花谷之中
唯一一处没有毒瘴的地方。祥先生，既然你生活在这花谷，一定知道离开的方法，你告诉我们吧。我虽知道，却也无用。为什么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此地明明号称花谷，却衰草遍地，毒瘴弥漫，疾螨丛生。因为你们今日所见之花谷，并非它真正的模样，而是它在梦魇当中的样子。梦魇？没错，整个梦魇无尽循环，无边无际。从你们落入这花谷开始，便已置身其中，逃不掉，也走不出。你们看到这洞中的花草了吗？这里是唯一一处还有一点这花谷原来样子的地方。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早晚这里也会被整个梦魇吞噬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在花谷里看到有人被杀，那些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也是这梦魇的一部分。没错，那既然说这是梦魇，如果想办法把它打破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出去了？打破梦魇确实是最直接的办法，但是却难如登天，因为这个梦魇是集月王、风王、雪王三王之神力合力而造。祥先生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办法能够打破这梦魇吗？既然是梦，那就必定有一个主人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梦魇之主，将他唤醒，才有可能冲破梦魇。而我能帮到二位的，唯有告诉你们此刻梦魇之主的所在。那听起来挺简单的，你告诉我们吧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飞爷，你们最大的困难在于时间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上一轮的梦魇已经结束，新一轮的循环即将开始，而此轮梦魇结束之时，你们，还有你们的朋友，都将死去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把握住呗。不久之后，梦魇之主会出现在花谷东南方的烟罗院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们这就去吧。还有一点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论你们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，千万不能透露你们的身份和姓名，否则，外来者的闯入很可能引发梦魇的混乱，使之愈发不可控。好了，我记住了。我们的同伴就拜托你了，咱们打破梦魇之后再见。祝你们好运。走。这应该就是燕落渊了。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之前祥先生说过，梦魇之主应该就会出现在这儿，难道我们来晚了？那有路可以上去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就是他，梦魇之主。小乔，你人在这里太危险了。老夏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走吧。老妈，我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还活着？这个梦就是他们的经历，梦魇之主就是他们其中之一。
我也不清楚。要不，咱们2个上去试探一下。可是，我们不能暴露身份和名字。他们应该也认不出我们吧？走。哎，2位将军，你们也来阎罗渊了？抱歉，我看2位眼熟，但有点对不上名字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镇魂街东区的。他们是东区冯将军的朋友，天宇街和东镇街的镇魂家。对对对，唐将军9区北区罗刹街，不知道我们很正常。你认识我？唐将军威名在外，如雷贯耳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这年轻人，还真有几分胆色。哎，你们俩也是来这儿找出口的？不用找了，我踏过了，这儿没有离开花谷的路。我们再去别处看看吧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别灰心，老夏，龙斗没有被困在花谷，估计也在想办法救我们呢。再坚持一下。不，他不会来救我们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，我实在是无言启齿，但我必须要说。皇府龙斗，他骗了我们，他以正义之名，召集大家进入芦花鼓楼，说是为了夺取蓬莱的神力，用来净化恶灵，而其实完全就是谎言。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大家当炮灰送死，然后独自一个人独占神力。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临出发的前一天，我有事情找皇府龙斗，无意间偷听到的。从有限的情报看，鼓楼秘境的4王真身都是上古凶兽，要想战胜他们，打开蓬莱，这次你带去的人恐怕要折损过半。如果能完成目标，就算是全军覆没，那也值得。谁？我本来准备告诉大家的，可是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进了鼓楼。老夏，无论如何，你最后都选择追进鼓楼和我们站在一起。刚才那些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走吧。你们可以不计较，我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呢？我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过？曹元斌，我感觉我爸很奇怪。奇怪就对了，看来你爸就是梦魇之主。我爸，那我马上就稳住他。我爸消失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梦的是断断续续的，他们肯定去了下一层梦境。下一层梦境，可是祥先生说过，
如果这一层梦境结束，我们就会毒发身亡，怎么可能再进入下一层梦境啊？小叶，你先别着急，现在能唤醒你爸的也就只有你了。我怎么唤醒？他现在深陷黑暗死亡的情绪当中，你得帮他唤起生的希望。你刚才说黑暗死亡的情绪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花谷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被推入悬崖，他会不会就是？一定就是。那儿发生的事情比这里要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赶在他被推下悬崖之前唤醒他，就有可能解除梦魇。夏将军，你拿着信号弹，不会是想把同伴都叫来，然后向他们坦白吧？夏将军，你为何如此自责？明明是黄甫龙斗的错，罪魁祸首是他呀！这位姑娘，你是个好人，自己明明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还在为我开脱。此事以黄甫龙斗而起，但参加此次行动的所有人，都是由我秘密召集而来的。要不是我，大家本不用来送死的。夏将军，就算你不做，黄甫龙都一样会找别人做。可事实，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我，我只能以死谢罪。没事，你可以慢慢想，只是怕是时间不多了。蔡明，你一死了之，你解脱了，那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的家人只会思念你，牵挂你。我爸爸已经去世10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想他，我多希望他能够重新活过来，好好陪陪我。我爸他真傻，他根本不知道他这些年错过了什么。我看你更傻，明明有一个女儿在等你回家，你不努力带着大家逃出去，你怎么舍得去死呢？我难道也做错了吗？夏将军，谁的人生都会犯错，但如果只是因为做错了一件事，就决定结束生命的话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你想想你想想你的家人，他们有多想你。家人，好神奇啊，真漂亮！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，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让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难过都不明下落，或许只是更难过。我不太适合同厄运做争斗，恐惧在翻腾，忘了自我。那些沉重时刻提醒着我，别让时间沉睡太久。
玲玲，这朵花叫做雪灵花。你什么时候走？名字里面有个灵字，也和你一样的漂亮。小玲，等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小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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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一斌，我们还活着。当然了。那我爸……心中在蚕食着一年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漫漫期限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深渊，感动成一约。信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喔喔喔喔，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。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。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是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必然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别逍遥轻狂。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
夏玲，曹彦斌，我们还活着？当然了。那我爸……爸，怎么会这样？夏将军，距离您当初进入芦花鼓楼已经过去了10年了。您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您再仔细的看看她。爸，我拿到了将军链。我知道你是一名继承人，也知道你是寒仙界的镇魂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一名继承人。你真的是玲玲？嗯，是我真的好开心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看到你。对不起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在梦魇里什么都看到了，我知道都是黄甫龙斗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夏将军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您说黄甫龙斗别有目的，那他的计划又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在我们准备前往芦花鼓楼的前一天晚上，忽然间听到了黄甫龙斗的谈话。谁？我被黄甫龙斗的元神力所伤，索性逃得及时。待我伤势稍稍恢复，而去往鼓楼的那些镇魂将们已经动身了。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，于是我决定追上去，将真相告知。我怕此情凶多吉少，我也怕你牵挂，我就把重要的物品都托付给了朋友。我告诉他，如果1个月之后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就让他告诉家里人，说我已经死了。本来这次参加黄甫龙斗的行动，就是在忤逆领域，我把牵连寒仙界，就没有向界里的人透露任何的消息。玲玲，爸爸活着一世，总想做好所有的事情，可是到头来没能做好朋友，没能当好一个镇魂将，没能当好丈夫，也没能做好一个父亲。更没能对得起任何人。不，爸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好的爸爸。
谢谢你，一直还记得爸爸。二位不用过于担心。祥先生，你也从梦魇里逃出来了。他只是元神力折损，陷入濒死状态，还没有到无法回天的地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办法救我爸爸？其实，我不只是一个花匠。欢迎来到花谷。我就是花王。花王。当年，在未进入这鼓楼之前，我曾四处游历，设下结界，种下了一大片元皇花。这花灌注了我的神力，能滋养元神，助人吸取天地之气。我会用这片花海滋养你的父亲。现在，我就开启结界，送他过去。不出数日，他便会醒来。届时，你去空神之森寻他便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救我爸爸。不必感谢。其实，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，是你们自己。也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才能从这梦魇的囚笼中解脱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是这花谷的主人，就是四王之一，谁敢求见你呢？还能有谁？无非就是创造这梦魇的其他三王。你们不是同伴吗？他们怎么会囚禁你呢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实情况真如我们在梦魇里所见到的吗？真实的情况和梦魇不尽相同。虽然夏启峰当年追着一众镇魂将进入了鼓楼，却迟了一步，被我拦在了花谷，没能去成月宫，也因此他逃过了被月王变成石头的下场。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见到那些镇魂将。那这无尽梦魇，其他三王，他们非常憎恨人类。也因为我帮了夏启峰，惹怒了他们。可就在此时，夏启峰因为发现同伴全被变成石头之后，懊悔痛苦不已。三王就借助这份情感，制造了梦魇，将我囚禁。而夏启峰也就作为这梦魇的主人，沉睡于此。原来当年不止老妈，还有那么多人被变成了石头。总之，花王，我还是想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救我爸爸。此处事已了，你们也是时候下楼去见见你们的伙伴了。北路，唐兵、夏灵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你呢？毒伤有没有解掉？已经解了。梦魇的事情我已经听花王跟我说了。这次多亏你们两个解开了梦魇，要不然莫名其妙死在梦里，那才叫冤枉。对了，夏灵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爸，他元神力折损，差点就没救了，还好花王出手相救，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他团聚了。真好。北洛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爸爸，你也一定能救回水儿的。我们陪你一起打开蓬莱。好。
打开蓬莱。你们来鼓楼是为了蓬莱？花王，我们听说蓬莱之中有能够回春万物的神力，北洛想要借助他的力量，用来愈合自己女儿碎掉的元神。愈合元神，可是蓬莱内的事物办不成此事。什么？难道蓬莱的传说都是假的？我只能说，你们来错了地方。蓬莱里是我等奉命镇守之物，绝非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看来这一趟我还是运气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是为何来鼓楼？实不相瞒，我母亲就是10年前进入如花鼓楼那批人当中的一个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救她。那你可知，你的母亲已经被越王变成了石头？我知道，就算被变成了石头，也会有机会变回来的，对吧？这绝非容易之事。想要破解越王的凝石之力，只有击败越王这一条路。可就凭你们，还走不到越王面前，就会被他的那双死亡之眼变成石头。或许有一人可以帮到你们2人，他既有可与越王一战之力，又可以帮助灵人重塑他的元神。是谁？蜂王。那我们去找蜂王帮忙？不可能的。对于人类的憎恨，他比越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之前，他就以奴役人类为乐，10年前更是觊觎进入鼓楼的女孩年轻貌美，夺取了人家的身体。我知道那个被夺取身体的女孩是谁，是燕悄悄。谁？蜂王，别来无恙啊！花王，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本事从无尽梦魇中逃出来。少说废话，本神10年之恨，今日定叫你加倍奉还。他怎么会？胜负未分，越王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尊要去哪儿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你这是就此认输了呢，还是我送来的人让你坐立难安，迫不及待想去一睹真容啊？本尊方才不过是想去会会好久不见的同伴，至于你送来的人，本尊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杀死你们人类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别输了棋当第一只被捏死的蚂蚁。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们夺取蜂王之力，去打越王，但前提是你们3人之间一定要配合。怎么配合？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夺取严巧巧的元神冠。这里就是蜂王存储元神的地方。按照花王的说法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存放着被蜂王掠夺过的元神。可是这里东西这么多，
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严巧巧呢？那咱们就只能找找跟踏风族有关的东西了。也不知道皇王能够牵扯风王多久。这点雕虫小技还想报仇？花王，你怕不是还在梦里吧？是你们，二位姑娘，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寻找踏风族严巧巧的元神冠，他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你们可以帮我们吗？本来还想留你一条命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无限恐惧。传命，快！你们是？严巧巧你好，我们是风渣的朋友。风渣，很遗憾，你输了。那边的石阵很快就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了。多谢越王指教，龙斗认输。像你这么爽快的人，本尊还是头一次见到。很好，那你就做好准备，即刻享受本尊的凝视之力吧。有人类。等等。看样子越王有客等了，要不你先解决他们，再对付我也不迟。皇甫龙斗，你可知你自己究竟在做什么？你走向的是毁灭呀！你又怎知道？我想要的不是毁灭。皇甫龙斗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花王，还有那几个人类，竟敢夺取本尊的身体和力量，这笔账一定要清算。
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我在无声的记忆里看到的地方。我老妈就是在这儿被人变成石头的。那照这样说，曹彦兵的妈妈应该就在这些石像里。还有风渣，我们之前在雪国、花谷、丰城里都没有见过他，他大概率应该是在这月宫里。如果越王对他下手的话，很有可能已经。只有打败越王，才可以解除石化。一会儿见到越王，我打头阵，能克制越王的蜂王之力正好在我体内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出风渣。前面就是越王所在的晨星宫。严巧巧体内虽有蜂王之力，却也顾不了太多人。一会儿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越王的那双眼睛。岂有此理！花王，你究竟要为了蝼蚁一样的人类，再次挑战本尊到何等程度？大家小心！北洛，夏灵，竟敢保护人类！蜂王，连你也背叛本尊！你看清楚，在你面前的不是蜂王，而是踏风族的严巧巧。我弟弟在哪里？立刻把他交出来！只可惜来晚了。新月坠，你把我弟弟怎么了？肯定是和夏灵跟北洛一样，一起被他变成了石头。你应该就是那个一口气闯3国的人类吧？10年前，你把我母亲变成了石像，现在又把我的同伴全部石化，新仇旧怨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算清楚。10年前，好啊，你果然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区一个凡人，竟然敢觊觎我蓬莱里的神力。今天，第一个死的，就是你。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我弟弟既然受了你的款待，我是个做姐姐的，必然全力回报。一介凡人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今天我就来教教你，什么是真正的恐惧。风暴之力！我这黑死光是死亡的诅咒，被他碰到的东西必死无疑。人类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至于你，我早说了，你连蜂王的1/10都不如。巧巧，
这不可能！我的黑死光所向披靡，天下莫敌，你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抵挡得了？因为我并非人类，而是魔。老鬼，又是你！小子，我要再不出现，你可真就被人干掉了。而我见了老熟人，怎么也得出声打个招呼。你说是吧，佘比师？人类，我说你怎么如此嚣张？原来是身怀魔气啊！你的目的不仅是要拿到我蓬莱里的神力，更是要复活魔尊呐！复活魔尊？小子，你不是好奇为什么进了这鼓楼，我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，再无顾忌？是因为我已经靠近了蓬莱，而那里头所谓的神之力量，正是我身死之后无法被化灭的心脏，是我复活的关键。所以你的真实目的是打开蓬莱，拿回自己的心脏，实现复活？没错，而这还得借助你。老鬼，你又控制我！小子，你不是想干掉越王吗？那就交给我，你马上就会看到何为碾压。连当年的魔尊也是我们神尊的手下败将，你只不过是魔尊的一缕残气罢了，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？那你呢？道魔祖师神座下的小小宠兽，一只畜生，也敢自称为王？那就要看看到底谁厉害了。暗黑天星爆！他这就被打败了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复活之后，我会比这强上数倍。怎么样，曹彦兵，心动了吗？心动的话，就交出你的全部意识，让我彻底占据你的身体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拿回我的心脏，而你，也将和我一起共享这份无上的力量。喂，你听见老鬼说的了吧？你要是不想让他夺回力量，把这鼓楼掀翻，你就把我的所有同伴，还有10年前一起进入鼓楼那批人，通通复原，然后我就会拒绝老鬼，带他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狡猾的人类，你处心积虑把魔气带进鼓楼，眼看成功在即，竟说要走。你当本尊这么好骗？你爱信不信，但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曹彦兵，你好没出息！一份超强的力量摆在你面前，你竟要放弃？别再挣扎了，你根本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你是谁？报上名来。主人，天狐来迟，
还请您原谅。不迟，你来的正好，好好帮我劝劝这个冥顽不灵的小子。曹彦边，我劝你想想清楚，眼下依从主人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不然你就会落入黄甫龙斗的手里。黄甫龙斗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你最初见到王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身处黄甫龙斗的计划之中了。因为只有借助你，他才能拿到他心心念念的蓬莱神力。借助我？你当他10年前为什么功亏一篑？并不是因为实力不济，而是因为蓬莱内还有一道镇锁神力的封印。想要打开封印，就需要收集4王的所魄。放到一个容器里进行融合，而你的武神躯再适合不过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黄甫龙都把我当成了一个人形的罐子，故意引我来这如花谷洞。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？我又凭什么要信你？凭我是来帮你的。这是帮你解除石化之力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夏灵，北路，夏灵，7250。你就是这么对帮你的人啊？是你，10年前，花王，花王4王所迫进去，4国幻境可除。而你即将看到这个领域最终的秘密。刚才说的这领域的终极秘密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就是这蓬莱吗？既然是终极秘密，又怎会如此无趣呢？
风渣，是风渣。风渣，风渣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是姐姐。姐姐，真的是姐姐。是我。姐姐，风筝好想你，我每天都想你。姐姐也想你，让我看看，你长大了，姐姐都认不出你了。曹元斌，风渣既然已经恢复了，那石头林里的人应该也都会恢复吧？曹元兵，好像不太对。这些是什么？恶灵？难道又是鼓楼里的什么咒语？应该不是。这些看起来都是高级恶灵，不好对付。大家小心！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意念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愿。
有恶意伺机而动，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。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。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，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必然。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。龙潭也去闯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想你，恶灵，这些看起来都是高级恶灵，不好对付，大家小心。犬马，辛苦你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。你真的要对我出手吗？你可以上来和我谈谈。黄甫龙洞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方才在月宫，我的前部下告诉你，我需要你的武神躯去放置所迫，来打开这个祭坛，让我得到里面的力量。你休想！
我凭什么帮你啊？你不用对我这么有敌意。到现在为止，我都还在帮着你呢。我的那些忙，我不需要你帮，我自己也能对付。成天把自己铺垫得像个高端反派一样，到头来还不是我朋友的生命来威胁我。看样子，你真的对我的误会很深。不着急，如果你还不想帮我，那没关系。要不你先进店里面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呢。老妈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！笑笑曾经是我最好的部下，如今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很难过。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？笑笑在变成石头之前，就已经中了越王的黑死光，但是没天气而现在他之所以会成为恶灵，是因为镇魂将越是强大尽职，死后便越可能化成恶灵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，这太荒谬了。荒谬。可事实就是如此。灵域一味要求镇魂将斩杀恶灵，却只字不提。我们一旦身死，元神力消散，肉体便会被生前所杀恶灵的碎气侵蚀。像你母亲这样斩杀恶灵无数的，必化恶灵。老妈，那我这么多年斩杀恶灵，守护心中的和平正义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要谋反，而现在为什么要夺取蓬莱神力的原因。我要用这股力量攻击灵域，改变这一切。因为我不想生的时候要斩杀恶灵，而死的时候还要成为恶灵，被同伴斩杀。更不想看到其他的镇魂将像你现在面临的这一切，必须亲手杀了亲人的绝境。你说什么？杀掉亲人？不是吗？
老妈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我啊！你快醒醒吧！该醒的人是你。人一旦变成恶灵，就没有意识了。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。曹彦斌，助我夺得神力，我们一起改变镇魂剑。这可是我的母亲，我绝不会杀她，我更不会帮你。妈妈，就不能让人点我？可以啊，那你到大街上跟那些恶灵说，让他们让着你。可是你是妈妈，又不是恶灵。好啦，来吧。下来。可以啊，臭小子。总之，生日快乐！以后我保护你。一定会有别的办法，一定会。我答应过了妈，我死也要保护她。那你就死吧，不要理黄甫龙斗的鬼话。既然正义的终点是邪恶，镇魂将也终要变成恶灵。那不如现在就到我这儿来。这世上的正邪善恶本就该由强者决定，让我们一起拿回我的力量，成为这世上最强的主宰，去把他们口中的恶变成正义。成为你，是不是就不用杀了老妈了？当然，只要拿回力量，我就能控制天下的恶灵，他还会跟你站在一边，永远的在一起。那好，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。能灵活使用身体的感觉真好。你就是那个打伤了天虎，拿走了锁魄，妄图侵占我力量的黄甫龙斗吧？这四王的锁魄，你是准备活着交，还是死了交啊？他出来了。不对，他被魔形控制了。
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这世界即将归本尊所有。地狱重开，就在今日。这神珠乃上古神物，还请谨慎使用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此珠乃上古神物，可驱使任何人为我所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听我的号令，成为我进攻领域的最佳战力。狡猾的人类，你是不是早有预谋？就等着我夺回力量的这一刻。不错，这一刻我等了10年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蓬莱里藏的是本尊的力量，可天湖不是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背叛我。什么用4王的所魄融合成魂药，那都是骗他的。曹彦斌的武神躯最大的功用，是在融入你的残气，画出模型，夺回力量，这样我才好驱使你呀。难怪你要让曹彦斌杀掉他的母亲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他不忍心。你猜对了，我要不这么做，他怎么会这么早选择你呢？不能刀！大功告成，是时候试试我的新战力了。号令！是曹云的妈妈。杀了他！我保护你。臭小子，老妈，我这是死了吗？你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？
那难道先前是在做梦，或者是我产生了幻觉？此处并非梦境，而是我用唐门的血缘禁术制造的守护领域。守护领域。当年我得知自己因杀恶灵无数，死后大概率会变成恶灵。我很震惊，也很愤怒，但我更担心的是，将来有一天我死了，变成恶灵，同你或者小亮相遇，会伤到你们。所以我用自己的血制造了这个领域。我的身体只要沾上你们的鲜血，这个领域便会立即开启，暂时护住你们的元神。所以，老妈，你是真的已经死了，是吧？看来是唐门制造的精神空间秘术，这只会让曹彦斌苟延残喘一阵子，改变不了任何事实。老妈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我们明明辛辛苦苦守护一方，到头来为什么却要变成恶灵？我明明是来救你的，为什么到头来却要来杀你？这个世界难道就这么的不讲道理吗？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我之所以在这里留下一丝我的意识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即便最终你们不得不杀了我的恶灵，你们也没有做错什么，所以不要因此而自责。至于你说的想不通，这世间的道理和答案，本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、去坚守。老妈进芦花鼓楼，便是如此。那是黄甫龙的，他骗你，他利用了你。你老妈我，可不是被骗的哦。当年进鼓楼前，我怀疑过黄甫龙斗另有阴谋，但我也调查过，蓬莱神力这个传说确实存在，这就意味着净化恶灵依然有实现的可能。就算这个传说不一定真实，我也愿意为了这一点可能性而冒险。所以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后悔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后悔吗？臭小子，你我都拥有远超普通人的力量，但真正的强大并不在于力量本身，而在于你如何使用这份力量。明白自己为何而战。老妈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在认为对的事情上拼尽全力，又怎么会后悔呢？心间劈磐石，心裂斩阎罗。没错。所以你呢？你的心又是什么呢？老妈，时间不多了，遵照你的心去做吧。
点苦都吃不了，以后还讲不讲当镇魂将了？什么叫强？就是能承担得起被辜负、被背叛带来的后果，也要能在愤怒和怨恨中守得住自己的本心，这才叫强。人一急躁就没有办法思考，越着急动作越不得法，当然打不开了。当你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锁可以困住你。不过呢，比起保护我，老妈更希望你可以好好保护小亮，保护好罗刹街。我会的，老妈。原来你在这里，曹彦斌。王府龙斗那个家伙竟然敢暗算你我，咱们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把他给解决掉吧。怎么不说话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犹豫？别犯糊涂了。这个守护领域一旦消失，你我都会落入王府龙斗之手，这应该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吧？你说的没错。很好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确实是想通了，不过我想的是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干掉你，让你不要再为祸世间。只要你消失了，黄甫龙斗的计划自然也会落空。曹彦斌，就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你一个区区人类，你能做什么？你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如今我已取回心脏，力量尽数回归，你想干掉我，就凭你和你那几个守护元神吗？我确实是干不掉你，老鬼。但我能干掉我自己。你说什么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用的是我的身体。你的心脏是在我的胸口里跳动，你的力量也是在我的血管里流淌。那如果我把我这副身体给毁掉呢？你以为毁了身体就能干掉我吗？这只是你的推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一定会湮灭，但你一定会死。我知道我必死，但万一能烧上你，你就为了那么点万一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我可以输，但你们绝不能赢。行，曹彦兵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怕不怕变成恶灵？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，到头来却沦为人们喊打喊杀的存在，你甘心如此吗？你舍命保护的那些无知弱者，他们能明白你、记得你、感激你吗？老鬼，成为英雄从来就不是我的目的。我追求力量，拼命战斗，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守护。只不过，以前是为了守护眼前的这条街和我的亲人、伙伴。哥。这条罗刹街，我说了算。抱歉，我早上睡过头了，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也来帮忙。而现在，我要守护更多的人，更多的地方。
你们要打架，我可以帮忙啊。如果你想去鼓楼里救你姐姐，我们3个都可以帮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就是我的心，我的道理，我的答案。众将听令！不，守护元神的职责是保护主人，伤害了主人，自己也会灰飞烟灭的。他们不会蠢到这么做。那是普通的守护元神。而我的将军们，他们不仅是守护元神，更是一群战士。凡我将士，主令所加，莫敢不从。你不可以这么做，你不可以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是罗刹街，而这条街，我说了算。陈兵，曹彦兵，老妈，我马上也要变成恶灵了。臭小子，你做的很对，老妈为你骄傲。愚蠢的自我牺牲，破坏了我筹谋10年的计划。无全尸！
军们！7个守护元神，这种不要命的做法竟能激活你体内潜藏的元神力，化出更多守护元神保上你一命。好你个曹彦斌，果然有趣。好好活着，你我之间的故事从今天起正式开始。我们走。罢了，主人觊觎，不如继续追随强者。程峰，失败了，功亏一篑。那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很失望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。曹彦斌不仅消灭了魔星，还激活了他体内所有的守护元神。哦，他还有这样的本事？够疯也够强的，实在让人兴奋。若是照你所言，日后他定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手。镇魂界的格局也势必因他有所改变。这不是很好吗？到时候让林玉那帮老家伙头疼的，就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曹彦兵，你的未来，我拭目以待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眼，看具象的世界。如花鼓楼之行终于结束，夏灵随后在空神之森中找到了那片元皇花海，与父亲重逢。而北洛也会继续寻找愈合水儿元神碎片的方法。至于我，则会带着老妈的未竟之志，带着镇魂街的谜团与秘密，继续向前。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，有人天生为王，有人落草为寇，但脚下的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，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，没人知道。你会走到哪儿，会碰到谁，也都不一定。而我选择的路才刚刚开始。终成一愿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。多少的热烈，让梦也，让爱也都湮灭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
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夜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揭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把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着燃烧，感动成一跃。